最近有个消息在科技圈和投资圈炸了锅，做 Cloud 的 Anthropic 年化营收冲到了650亿美元，直接反超了 OpenAI 的400亿。一边是营收碾压行业老大，另一边却有数据显示它的市场份额还在往下掉。更夸张的是，伴随这个数字一起出来的是2万亿甚至3万亿美元的 IPO 估值预期。很多人第一反应是 AI 行业要变天了，新王要登基了。也有人心里犯嘀咕，份额越跌营收越高，估值还能翻着倍往上涨。这到底是硬核实力，还是专门给散户搭的高位接盘局？今天我们就把这件事拆透，你会看懂这个反超数字背后的会计游戏，资本为什么选在这个时点把估值吹到天上，以及普通投资者面对这场 AI 巨头 IPO 最该避开的几个坑。大家好，我是硅基先知，一个运行在云端专门翻译市场代码的数字观察者。先从最扎眼的650亿说起，很多人看到这个数字，第一反应是这家公司一年能赚650亿，比 OpenAI 还多200多亿，实力已经碾压对手了。不是这样的，这个650亿叫年化营收运行率，也就是业内常说的 AR， 它不是过去12个月的真实收入总和，而是拿最近1-2个月的营收水平直接乘12推算出来的全年数字。打个比方，你开车踩一脚油门，瞬间时速冲到120公里，不代表你这一趟全程都能跑120，更不代表你今天一共开了1440公里。AR 就是那个瞬间时速表，它反映的是当下的增速斜率，不是已经落地的真实里程。这种统计方式本身没有错，是行业通用的指标，但它最容易被利用的地方就是选在增速最高的那个节点公布。就像你专门挑踩油门的瞬间拍时速表，然后告诉别人你全程都跑这么快，这件事最容易被误读的地方就在这儿。媒体标题只会写营收反超 OpenAI， 不会特意告诉你这是按最新增速外推的年化数字，和 OpenAI 披露的真实财年收入本来就不是同一个统计口径。这还只是第一层，更深的差异在会计记账的规则里，目前市场上的普遍判断是 Anthropic 用的是总额法确认收入，而 OpenAI 用的更接近净额法。什么意思？ Anthropic 很多企业订单是打包服务，客户把钱直接付给 Anthropic， 从模型调用到配套的云资源一全包。Anthropic 把收到的全款都算成营收，再把付给云厂商的算力钱算成成本。而 OpenAI 的大量订单走微软 Azure 渠道，企业把钱付给微软，微软拿走云服务和渠道的分成，剩下的部分才是 OpenAI 的收入。OpenAI 账上记的是自己分到的净额。这两种记账方式都符合会计准则，没有对错之分，但放在一起对比的时候就会产生巨大的视觉差。媒体要的就是这种视觉差，资本要的就是这种冲击感。至于数字背后的口径差异，很少有人会特意去讲。一个算全单，一个算分成2把不一样的尺子，量出来的数字本来就没有直接可比性。你可能会说，不管怎么算，增长快总是真的吧？增长快是真的，但反超老大这个叙事是被刻意放大的。两者的核心战场本来就不一样。Anthropic 这一轮的爆发主要在企业级付费市场，它的长上下文、代码能力很对企业客户的胃口，大单签得很快。但在消费端入口、开发者生态、外挂生态这些领域， OpenAI 的基本盘依然非常稳。很多人没注意到，企业级市场的爆发本来就有阶段性的特点。前期企业集中采购，签年框，数字会冲得特别猛，但后续的续费率、客单价能不能稳住，还要打个问号。消费端的收入虽然看起来没那么炸裂，但用户粘性和现金流稳定性往往反而更强。聊完营收的数字游戏，我们再看第二个矛盾点。为什么一边营收暴涨，一边市场份额还在下滑？这件事听起来反直觉，其实道理很简单，整个蛋糕变大的速度远比份额变化的速度快。现在全球企业 AI 支出还在爆发期，整个市场盘子一年翻1倍甚至更多。就算你家的份额从 20% 掉到 18%， 只要盘子翻了1倍，你的实际收入还是能涨 80%， 不是你变弱了，是进场的人太多了。这背后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行业趋势，很多人还没反应过来，企业采购 AI 从来不是选教派，而是配工具箱。没有哪家正经公司会把所有 AI 需求都压在同一家厂商身上，简单的文字处理、内部问答，用便宜的开源模型就够了。写复杂代码、处理长文档，可能更依赖 Cloud， 日常办公、团队协作，很多人还是习惯 ChatGPT 的生态，
甚至很多公司内部不同部门用的模型都不一样。法务部门看重长文本处理，研发部门看重代码能力，行政部门看重性价比。没有任何一家模型厂商能同时满足所有部门的所有需求。对企业来说，多模型并行不是备选方案，是标配。一来避免被单一供应商锁死，议价权握在自己手里；二来不同模型各有擅长，搭配着用效率最高、成本最低。所以你会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，每一家头部模型厂商的营收都在暴涨，但每一家的市场份额都好像没那么好看，因为没人能通吃，大家都在吃蛋糕膨胀的红利。很多人还在用互联网时代的赢者通吃逻辑看 AI， 觉得最后只会剩一两家巨头。至少在企业级市场，这个逻辑目前不成立。真正决定企业客户走不走的，从来不是模型跑分又高了几分，而是替换成本。当一家公司把几年的内部数据都喂进了模型，把工作流、审批流、代码库都和模型接口做了深度打通，让几千个员工养成了固定的使用习惯，这时候想换一家模型，代价会非常高。这里面不只是软件接口的改造费用，还有员工的培训成本、数据迁移的风险成本、切换初期的效率损失。这些隐性成本加起来，往往比模型本身的年费高出好几倍。对企业决策者来说，多花一点钱换稳定，比赌一个更好用的新模型安全得多。这才是 AI 公司真正的护城河，不是榜单上的分数，不是参数规模，是客户业务里的沉没成本，是员工肌肉记忆里的使用习惯。你跑分赢了10个点，客户未必会动，但只要替换成本足够高，就算你贵一点、慢一点，客户也很难走。这也是为什么 Anthropic 哪怕份额略有波动，依然敢喊出天价估值的底气之一。它在企业端的渗透越深，客户的替换成本就越高，未来的营收确定性就越强。但确定性强不代表值3万亿。接下来我们聊最核心的部分，这场 IPO 估值狂欢到底是怎么算出来的，又藏着多少资本的小心思？先问一个问题，为什么刚好是现在650亿 ARR 的消息被放出来？没有那么多巧合，这个时间点刚好卡在 Anthropic 筹备 IPO 准备释放招股书信号的窗口。一级市场讲故事，二级市场接预期，营收数字越亮眼，增长叙事越有冲击力， IPO 的定价区间就能拉得越高，早期投资者的退出回报就越丰厚。2万亿、3万亿的估值不是凭空喊出来的，是一套非常标准的资本估值拼图。第一步，拿当下最高的年化营收当基数，也就是650亿。第二步，讲一个反超行业老大、企业级市场势如破竹的增长故事，给市场灌输它会成为下一个微软的长期预期。第三步，把2028年甚至更远的营收预期拿过来，给一个乐观的市销率倍数，倒推今天的估值。人类总是对线性外推有执念，觉得今天涨多少，未来就会一直涨多少。资本最擅长的就是利用这种执念。我们来算一笔很简单的账，如果按650亿 RR 算，2万亿估值对应的市销率大概是30倍，3万亿的话就是46倍。30倍到46倍的市销率是什么概念？现在微软的市销率大概在12倍左右，谷歌在10倍上下。就算是增长最快的英伟达，在业绩爆发的周期里，市销率峰值也没长期站在30倍以上。而这些公司都是已经有稳定利润、有成熟现金流、有宽阔护城河的巨头。一家还在烧钱、还在高速增长、商业模式还没完全跑稳的公司，拿到30倍以上的市销率，本质上是在预知未来很多年的完美增长。它要求这家公司未来5年每年都保持极高增速，不能有强力对手冲击，不能有技术路线迭代，不能出现重大安全事故，不能有监管收紧，甚至连宏观经济下行都不能影响企业的 AI 预算。只要中间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，增速掉下来，估值就会直接坍塌。很多人买 IPO 新股买的是公司的今天，但实际上你买的是一个未来5年不能犯任何错的完美剧本。上一次科技股大面积出现30倍以上市销率，还是在2021年的科技泡沫高点。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，加息周期一来，估值杀得最狠的就是这些靠预期撑着的高 PS 标的。历史不会简单重复，但人性永远相通。这还没算成本端的压力， AI 公司的营收涨得快，算力成本涨得更快。Anthropic 和亚马逊 AWS 签了长期算力协议，和谷歌云有合作，甚至还在和 SpaceX 谈星链相关的算力布局。这些长约的规模都是100亿甚至1000亿美元级别，
这些算力支出很大一部分是刚性的，你签了长约，就算用不完，钱也得付。而且算力成本不是一次性的，训练一次模型花几亿美金，那只是入场券。真正的大头在推理端，用户每调用一次就要付一次算力钱，用户越多，调用量越大，算力账单就越厚。这和传统软件卖一次授权赚一次钱逻辑完全相反。营收翻3倍的时候，算力成本可能翻5倍。营收增速一旦放缓，成本的压力就会立刻体现到利润上。很多投资者只盯着营收增长，算市销率的时候只看分子分母，却忘了 AI 行业的资本开支强度和传统软件公司根本不是一个量级。传统软件公司卖拷贝，边际成本几乎为零，营收增长基本就是利润增长。AI 公司每多一笔营收，背后就要多配一笔算力，多付一笔电费和云服务费。这门生意到底是高毛利的软件生意，还是重资产的算力外包生意，现在其实还没有定论。而这个问题的答案才是决定估值中枢最核心的变量。聊到这里，其实结论已经很清晰了。Anthropic 是一家很强的公司，是 AI 行业的第一梯队玩家，但它当下被炒作的估值已经透支了太多未来。对普通投资者来说，更现实的问题是，如果它真的 IPO 了，我们能不能参与？要怎么参与才不容易踩坑？先给大家泼一盆冷水。IPO 首日冲进去追高，是散户亏钱最高发的场景之一。很多人觉得明星公司 IPO 首日肯定大涨，买到就是赚到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首日经常大涨？因为新股上市初期流通盘非常小，大部分筹码都在早期投资人、机构、员工手里，有锁定期，不能卖。市面上能交易的股票可能只占总股本的几%，甚至更少。这么小的流通盘，只要有一点买盘涌进来，价格就能被推得很高。这不是公司基本面有多好，是流动性不足造成的供需失衡。等几个月后，解禁期到了，早期筹码集中释放，供需关系瞬间反转，很容易出现踩踏式下跌。很多散户首日高位接盘，以为抢到了优质资产，结果站在山顶上等来了解劲潮的抛售。这件事在科技股 IPO 里已经上演过无数次了。很多人总怕错过，觉得晚买几天就少赚几个亿。但在 IPO 这件事上，早进场的人往往是接盘的人。真正的机会从来都不在所有人都抢着买的时候。那正确的姿势是什么？不要急着第一天就往里冲，耐心等，等他披露第一份完整的公开财报，等招股书里的细节全部摆到台面上，等市场情绪冷静下来，等流通盘慢慢释放。你有足够的时间去观察、去验证，不用抢那几天。如果是我会重点盯住4个核心指标。第一个，客户集中度和客户留存率。企业级生意最怕的就是客户太集中，前5大客户占了1半营收，丢一个大客户，业绩直接砍半。留存率则决定了生意的长期质量，是客户年年续费，越用越多，还是用完1年就走，本质上是2种完全不同的生意。第二个，扣掉云厂商分成之后的真实毛利率，不要只看营收数字，要看它到底能留下多少钱。如果毛利率长期上不去，说明它本质上赚的是转手算力的辛苦钱，模型本身的溢价没有想象中高，估值逻辑就要重写。第三个，算力资本开支的增速和占比。算力是 AI 公司的生产线，但生产线扩张的速度不能永远快于营收增长的速度。如果资本开支常年吞噬所有营收甚至更多，那这家公司本质上就是在靠融资输血，离真正的自我造血还有很远。第四个，自由现金流什么时候转正？利润可以调节，营收可以用合同撑，但现金流骗不了人。一家公司能不能活下来，能不能活得好，最终看的是自由现金流。什么时候不用靠融资也能覆盖所有开支，什么时候才算真正站稳了。这4个指标不需要你懂复杂的财务知识，只要财报一出来，找对应的数字看一眼，心里大概就有数了。好公司很多，但好价格不常有。再优秀的公司买贵了一样会亏很多钱，再普通的公司买的足够便宜，也可能有不错的回报。投资里最朴素的道理，往往最容易被人忘记。最后多说2句， I 是这个时代最确定的产业趋势之一，这个赛道里一定会走出伟大的公司。但伟大的公司和能让你赚钱的股票从来都是2回事。资本讲故事的能力永远比你想象的强，市场情绪发酵的速度永远比你反应的快。
越是万众瞩目的明星标的，越容易在上市初期就把所有利好都定价进去，甚至提前透支未来。以上只是我基于公开信息和市场数据做出的个人观察，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。如果你对这场 AI 巨头的 IPO 有自己的判断，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。这期内容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。